唉，生逢乱世，盗匪横行，还好我觉醒了沟通万兽的能力，以后谁也别再想欺负我和家人。兄弟们，这小姑娘长得真带劲，正好抓回去给大当家当压寨夫人。谁敢动我孙女？你们这是强抢平民，不讲王法！哼，王法？如今世道大乱，兵荒马乱，老子的规矩才是规矩，谁还管你什么破王法？大当家是叫我们来这野槐村，通知村民3天以后来收粮的，咱们还是别惹事了吧。胆小怕事，不是已经通知过了吗？这家老弱病残，一看就没粮食，家里最值钱的就是这个小妮子了。能跟咱们去山寨，是他的福分。老夫就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绝不会让你们伤他。哼，老东西，你找死！爷爷！喂，吴小丫，你还要看热闹到什么时候？快去找熊大来帮忙！你竟然能和我说话！别废话了，快去！别反抗了，乖乖跟老子回去吧。你娘要是不放心，也跟老子回去，陪兄弟们好好玩玩，怎么样？你做梦！吴小丫怎么这么慢？二当家，熊是黑熊，快跑！熊大，你终于来了，快帮我赶走他们！你们给老子等着，我一定会回来的！爷爷，墨儿，爷爷不行了，你听我说。爷爷，我听着。16年前，皇上听信谗言，你的爹爹和叔叔们全部被害，爷爷拼死才带着你们母子3人隐姓埋名，躲到这野槐村。爹，别说了。墨儿，你和你娘还有弟弟，一定要好好活着。爷爷不求你们为燕家报仇，只要你们好好活着。爷爷，爹！爷爷，我记住了，原来16年前爷爷带我们逃难来此，背后还有这样的密讯。爷爷不能白死。既然我意外觉醒了沟通万兽的能力，那我一定要利用好这能力，查明真相，为家人复仇。村长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芝墨，没想到这山匪不仅要抢粮，还害人，你们要节哀呀！多谢村长，是我们连累了村里。3日后他们还会再来，要每家每户都交出半年的粮食。你们家里要是粮食不够，只能去山里挖些草药，好拿到镇上换点粮食回来。知道了，村长爷爷，我们这就去。阿月，姐姐去挖些野菜，你在这里等着我，千万不要乱跑。好的，姐姐，你要小心。阿月乖。我没有恶意，你不要过来。吴小丫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快点跟我来，你弟弟遇到白狼王了。什么？在哪里？快带我过去！阿月，姐姐，不要过来，这里很危险。大白狼，你是不是受伤了？我可以帮助你，我和弟弟都不会伤害你的。姐姐，小姑娘，你能和我说话？大白狼，你脚上这是捕兽夹，我可以帮你打开。你看，这样就好了。我再给你一颗止血的草药，你的伤口很快就会痊愈了。谢谢你，小姑娘。你带着个小娃娃到山里做什么？山匪要来村里收粮，
我和弟弟只能来山上挖点草药，去镇上卖钱换粮食。钱，我知道哪里有，你们跟我来吧。姐姐，这弟弟没事的，他是狼群里的狼王，要带我们去找宝贝呢。金子，这里竟然真有金子！你们要找的是这个吧？就当你救我的谢礼吧。弟弟，大白说这里是附近的山匪藏宝的地方，我们快拿一些回家，到镇上换点粮食，娘亲就不用再饿肚子了。我们拿1块小毛锭就够了，不能拿太多，会被山匪发现的。好吧，听姐姐的。狼王大哥，我现在就要到镇上换粮食，麻烦你帮忙把我姐姐安全送到家，好吗？放心吧，阿远，你自己也要小心。你看见了吗？断崖旁有一条黑蟒和金鹰在决斗呢。他们2个都刚生幼崽不久，现在2败俱伤，估计都活不成了。唉，他们2个还是打起来了。大白，你是说黑蟒和金鹰吗？是啊，他们也都是这片山林中的王者，是我的朋友。他们要是同归于尽了，恐怕他们的幼崽也活不了。小姑娘，你可以陪我去看看能不能救下他们吗？当然可以，我也不想看到他们的幼崽失去妈妈。走吧。不要！白狼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们2个打起来了，想来劝你们，没想到还是来晚了一步。真是太可惜了。白狼，你怎么还带来了一个人类？让他滚远点儿。他不是普通的人类，他能和我们说话。罢了，是谁也无所谓了，我就要死了。白狼，你能帮我照顾我的幼崽吗？不是我不帮忙，我的狼群恐怕没有办法接受一只金鹰。白狼，我也要不行了。我死后，我的仇人势必会伤害我的孩子，我只求你保护他一时，平安长大就好。你若是同意，我会把我族世代守护的千年雪莲送给你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没有能力保护他们长大。还有一个办法，这个人类说不定可以做到。他这小身板，恐怕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怎么照顾我的孩子？我没开玩笑，你们还记得山神说过什么吗？山神说，万兽之王出自人类，可以沟通万兽，驾驭万兽，是我们的未来。你是说？没错，他就是山神说的万兽之王。只不过他现在只能沟通万兽，还没有觉醒驾驭万兽的能力。如果是他的话，一定可以庇护你们的孩子平安长大。大白，你们说的是真的吗？山神的预言绝不会出错。你愿意成为万兽之王，护我兽族安康吗？如果我真的是万兽之王，一定会护佑你们的种族，保护好你们的孩子。既然如此，我们愿意用最后的力量，帮助他完成万兽之王的觉醒。我的孩子就拜托你了，请好好照顾我的孩子。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，乖乖的。
你们想干嘛？狼王大哥，这黑蛇和金鹰的幼崽可是大补，还有那2株草都是好东西，我们怎么能轻易放弃？小姑娘，看样子是不能善终了，你现在可以试试动用你的御兽之力了。退下！真的可以，大白，我真的是万兽之王了，谢谢你，也谢谢你们的母亲。乖，以后你就叫小眼镜吧，你金色的毛发这么好看，你就叫小毛吧。你们以后要好好相处，知道吗？家人不准龇牙咧嘴的。走了，回家。娘，有粮食了，我们不用饿肚子了。这是哪来的粮食？我和姐姐在山洞里发现了山匪藏起来的金子，就偷偷拿了一小块到镇上换的。莫儿呢？莫儿怎么没跟你一起？姐姐还没回来吗？我和姐姐在山洞里分开了，让她先回家。娘，你别急，我这就去找她。准备去哪儿啊？把粮食交出来！你们别太过分，我家早就没有粮食了。骗谁呢？我分明看见你小子抱着一袋子粮食，鬼鬼祟祟跑回来，敢说没粮食？给我找！别翻了，我家真的没有粮食。拿来吧你！李大哥，求求你给条活路吧！我家只有我和2个孩子了，你们把粮食抢走，我们怎么活？娘，管你们怎么活！放开我娘！放开我娘，不然我对你们不客气。我当是谁呢？小赔钱货回来了，你让我放开就放开，岂不是很没有面子啊？哈哈哈哈！一个瘦猴一样的小丫头，还想对我们不客气？二狗哥，不如我们把他抓起来，等3天后山匪来了献给他们，说不定还能少交点粮食。嘿嘿嘿，好主意！他们最喜欢折磨这种黄花大闺女了。姐姐，你快跑，去找村长爷爷帮忙！就凭你们还想抓我？大白！狼大哥，我不知道这家是您护的，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。小眼镜，小毛，咬他们！墨儿、月儿，你们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娘。墨儿，刚才那是……那些都是我在山林里认识的动物朋友，他们会保护我们的。前面就是野槐村了，必须想办法解决掉追兵。人呢？不知道，分头追。是谁派你们来的？死人不配知道！主人，我闻到院子外有血腥味。主人，我闻到院子外有血腥味。弟弟娘，院子外面有动静。娘，姐姐，你们快躲好，我去外面看看。谁在那儿？还有气，先带回去。这个人长得好漂亮啊，看着怎么有点眼熟？算他运气好。我刚拿到的百年灵芝，本来准备去换钱换粮的，现在先给他用吧。姐姐，看这人的装束和伤势，恐怕不是普通人，要不还是送出去吧。
这战乱荒年都不容易，我们能帮就帮一下吧。可他万一是坏人？弟弟，我们先给他治伤，要真是坏人赶跑就好了。爷爷以前教过我们，不能见死不救。那好吧，要好了。你们是谁？是你自己倒在我家门口的，这话应该我来问你吧。你是定国将军燕峰的夫人？我不是，你认错人了。我绝不会认错。这是燕峰兄的儿子吧？这是虎父无犬子。你到底是谁？我燕家都躲到这荒郊野岭了，你们为何还是不肯放过我们？将军夫人，我是李威啊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李威，武安侯，哪里还有什么将军夫人？只是躲在这野槐村苟延残喘的苦命人罢了。看样子你是我爹爹的故交喽。你是之墨，都长这么大了，出落的真标致。要不是16年前，16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当年只有16岁，是你们爹爹教我武艺，还多次在敌人的刀下救下我。后来他官拜定国将军，我也被封为侯爷。却不想16年前，我突然收到远赴边疆的命令，而燕将军却被安上通敌叛国的罪名。后来呢？我偷偷反转回来，本想救下你们，却没能找到，连尸体都没有见到。还好你们竟真的逃出来了。是爷爷带着我们逃出来的，可是前2天爷爷也没了。侯爷，那我爹爹他是不是真的叛国了？侯爷，那我爹爹他是不是真的叛国了？绝无可能，此事必有蹊跷。当今圣上奉岐皇之道，尊一位道士为国君，就是因国师的谗言，才导致了燕府的悲剧。但具体是什么，我还没有查到。侯爷，我想查清真相。木儿，你爷爷临死前让你们好好活着，娘也只剩你们2个了。万一你们有什么3长2短，让娘可怎么活啊？娘，爹爹从小教我要忠君报国，我不信他是通敌叛国之人，我必须要查清楚。我也要查，我们一定要查清楚真相，还爹爹清白。好，燕大军生了一对好儿女。多谢燕夫人救命之恩，我得先离开了。侯爷，你的伤还没好呢。我是被人追杀至此，留在这里会给你们带来麻烦，待我回去处理好，明日午时3刻就过来接你们，我们一起查明真相，还燕将军一个清白。武安侯，保重。乡亲们，这家的燕之墨能驱使蛇和狼为他所用，是个妖女。李二狗，你又在闹什么？村长，他能和动物说话，是我和几个乡亲亲眼所见。对啊，村长，你想想，自从他们一家人来到咱们野槐村，就开始盗贼猖獗，大家都苦不堪言，这都是因为这个妖女。妖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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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出来，滚出野槐村！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妖女？又有什么证据证明盗匪猖獗是我造成的？我说是就是，要什么证据？那就是没有证据了。要是没证据就能胡乱攀扯，那我是不是可以说这盗匪猖獗是你李二狗造成的？你强词夺理！村长爷爷，你别听他的，李二狗就是前天带人来我家抢粮不成，这才散播谣言。什么？你竟还带人来抢粮？什么叫抢粮？我是看见燕清月鬼鬼祟祟抱着粮袋回家，他们一家孤儿寡女哪有钱买粮？肯定是偷的，我只是伸张正义罢了。你真会颠倒黑白。李二狗，我们一家从未招惹你，你为何如此恶毒？少废话，要么现在就走，要么就把这个妖女烧死。现在是最适合处决她这样妖女的时候。烧死她！烧死她！烧死她！武安侯才说今天午时要来接我们，怎么就遇上这样的事？是不是侯爷来了？
哟，这么热闹！知道爷爷今天要来，整整齐齐在这儿等着呢。完了，怎么是山匪？大当家，就是这个村儿，有人拒不交粮，还敢反抗，必须得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谁是村长？给我站出来！大当家的，我是。前2天让我二弟过来通知收粮，你们可准备好了？大当家的，准备是准备好了，只是不知道您会提前1天来，粮食都还在家里，没有集中起来。怎么，爷爷我什么时候来还要跟你汇报不成？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哼，粮你也不敢，都回家背粮吧，把粮食给我装车。好嘞，好嘞。大当家，都是好粮食。你刚才说这个村里有人敢闹事儿？没错，大当家，上次来通知收粮，有人把好几个弟兄都伤了。村长是吧？给你个机会，主动把伤我弟兄的人交出来。这是不是搞错了？我这村子里都是老实的庄稼人，怎么会有人敢伤您的弟兄？少废话！今天要是不把那个人交出来，你们一个都别想活！到底是谁啊？快站出来！非要害得我们所有人丧命吗？就是，快出来！做人不能太自私。大当家、二当家，我知道你们找的人是谁，就是他们。上次二当家来通知收粮，我都看见了，就是这个妖女叫来黑熊伤了他们。没错，就是他们。大当家，就是这个小妮子把熊叫来咬伤了弟兄们，快把她抓起来！哦，就是你能御兽，跟我走怎么样？帮我成为这一带的霸主，我一定护你和你家人安全。你做梦！我才不会为一帮强盗做事！你个死妮子！大藤家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竟然还敢拒绝！还轮不到你说话！你要是不同意，就杀一个村民，直到你同意为止。我是不会帮你的。你别太过分，武安侯的驻地就在附近，要是把动静闹大了，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武安侯，哈哈哈，人家贵为侯爷，哪有功夫管你们这些小喽啰？武安侯今日午时就会来这里，我劝你们最好别轻举妄动。你这小杂种怕不是吓傻了？做什么梦呢？武安侯日理万机，怎么会来你们这偏僻山村？阿月没骗人，武安侯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哼，撒谎也不编个像点的理由。别废话了，动手！爹，叶知府，都怪你！叶家的，你就答应他吧，他们真的会杀人啊！求求你了，你就答应吧，我们都还不想死啊！村长，你看见了吧？这就是个白眼狼，他宁可看着我们去死，也不愿意救我们。木儿，你做得对，村长爷爷不会怪你。好啊，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一只耳下令屠村。什么？屠村？阿月，武安侯还有1刻钟才能赶到，我们必须想办法拖延时间。弟兄们，准备屠村！杀！各位叔叔婶婶，我们是人，不是他们圈养的牲口，他们要杀我们，杀我们的妻子孩子，杀我们的父母孩童，你们难道还不反抗吗？跟我一起举起武器，杀光这些山匪！相信我，武安侯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说得对，跟他们拼了！阿月，难道真的等不到武安侯了吗？
军来了！安北军来了，我们有救了！侯爷来了，保护百姓，清剿山匪！撤！快撤！叶夫人，你们没事吧？还好侯爷来得及时，我们没事。侯爷，百姓已经安顿好了，山匪头目逃走了，还要继续追吗？先在野槐村原地休整，待我们商量出计划，杀到他们的山寨，一网打尽。是。家里没有好茶，将军喝口水吧。侯爷，这股山匪老货建得易守难攻，若是没有准确的地图，恐怕我们还没摸到山寨就会被发现。那就派小队去侦查。没用的，我们的人已经去了2波，不是迷路，就是中了他们的埋伏。侯爷，我有办法。哦，墨儿尽管说来听听。我们不好靠近山寨，但是小毛可以。啊，这是金鹰？没错。墨儿，你是说让金鹰去查看地形？对，小毛不仅可以摸清地形和黑风寨的具体位置，还可以看到每个位置的防守情况，找到山寨的薄弱点。去吧。这就有布防图了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，这山林里的地形错综复杂，战马难以行进。但如果不用战马，仅靠人力又很难深入，事半功倍。说的没错，真不愧是燕将军的儿子。这个也好办。这次又是什么办法？人和战马都不好上山，但是野狼可以。野狼熟悉地形，又能在山林中来去自如，是最合适的伙伴。既是野狼，又怎会轻易供我们驱使？而且恐怕也找不到如此数量的狼群啊！我认识狼群的狼王大白，只要他能同意，我们就可以组建一支狼骑兵。狼骑兵？你们点100精锐士兵，跟我来。大白，带你的兄弟们过来吧。侯爷，这狼群竟如此听话，墨儿真乃神人也。有了这些野狼，何愁灭不了山匪？那是，我姐姐最厉害了。大白，这些都是保护百姓的士兵，以后你们就是伙伴，要一起合作打败山匪，好不好？放心吧，我们都听你的。侯爷，狼群通人性，你让士兵们轻一点，选好自己的伙伴，咱们组建狼骑兵。全体听令，即刻组建狼骑兵。主人，狼群全员到位，听你号令。狼骑兵出发！踏平黑风寨！踏平黑风寨！踏平黑风寨！大当家，不好了，安北军又打上来了！慌什么？他们连咱们的寨门都找不到，和以前一样，带一队人马下去埋伏了就是。大当家，这次已经快到寨门口了，怎么可能？据前面的探子来报，安北军是骑着野狼上来的。什么？骑着野狼？快清点人数，准备迎战！
好，来不及喽！快清点人数，准备迎战！主人，寨内有山匪300，山口只有50人把守，防守薄弱点在后山。侯爷，让狼骑兵分2路，一队从正面吸引注意力，一队从后山包抄。木耳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我足以应对。你和月儿就在这里，等我们的好消息。好，侯爷小心。狼骑兵左翼正面佯攻，右翼随我绕后。别慌，都别慌，我们人数多，快放箭！都怪你！都是因为你这个妖女，我才落得如今这步田地。就算是同归于尽，我也要你死！就凭你，哼！没想到我叱咤江湖多年，竟然会栽到一个小丫头片子手里。那也只能怪你作恶多端。木耳，没事吧？没事，终于把黑风寨剿灭了，这下村民们再也不用担心粮食被抢了。木耳、月儿，你们在这村子里生活艰难，就跟着我去北疆城吧。虽说没有锦衣玉食，但也不会再有人找你们的麻烦。那我们回去接上娘亲。直墨、清月，你们要好好的，常回来看我们。多谢你们帮我们除掉山匪，多谢乡亲们照顾，我们会记在心里。村长爷爷，乡亲们再见！大白、小毛、小眼镜，咱们走了。出剑要快、准、狠，你爹当年的流云剑法便是如此。我要练好武功，为爹报仇，保护姐姐和娘。休息一会儿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小眼镜的娘亲送给我的雪莲，你们2个吃了，能帮你们强身健体，固本培元。我感觉突然身体的疲惫消失了，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。我觉得这身盔甲都轻了不少，真是神药。侯爷，我们继续。侯爷，紧急线报，胡人举兵10万进犯北疆，已经兵临城下了。什么？10万胡兵？我北疆城内守兵有多少？城内只有1万安北军。10倍？那北疆城岂不是守不住了？我跟士兵哥哥们一起守城。胡人为什么要打我们？胡人觊觎北疆城池已久，此次倾巢而出，势在必得。如今城外已被围死，百姓人心惶惶，都怕城破被屠。胡人刚刚扎营，短时间内不会开始进攻，只是城门被围，城内的粮食怕是撑不了多久。朝廷的粮草什么时候到？侯爷，目前军粮只够维持13日，百姓存粮也已告急，发去朝廷求援的书信却迟迟没有回音，恐屋漏偏逢连夜雨，粮草一断，军心民心尽散，想要守城更是难上加难。可若是北疆城失守，胡人便可直达京城，中州危矣。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粮食问题。10万胡人啊，咱们这小城怎么守得住？国家的粮食也要没了，不用胡人打，咱们就饿死了。那怎么办？难道要等着饿死吗？
副将，朝廷若无回信，向周边城直发救援信筹粮。早就发了，也没有收到回信。那便只能背水一战了。有办法了，山里的动物们肯定知道哪里有吃的。侯爷，鸟儿们说山里有一大片红薯地，管饱。当真？木耳，快带我们去！主人，这个红薯可好吃了，山里长了好多好多。侯爷，你看这个个头好大。甘甜饱腹，是好东西，真是天佑中州，天佑北疆。全体听令，跟着猴群挖取红薯，动作都轻一点，不要破坏藤蔓，留着以后继续生长。侯爷，这些足够全城居民支撑半个月了。猴子们说，这片红薯地长了好几年呢。你们辛苦啦，等回去给你们烤红薯吃。谢谢主人，谢谢主人。燕家大小姐带我们找到一大块红薯地，大家都别急，都有。燕小姐，你真是活菩萨呀！再没有粮食，我们全家就要饿死了。多谢小姐，我的孩儿终于能吃上饱饭了。不用谢我，是山里的猴子们找到的红薯，大家吃饱肚子，共同抗击胡人。我的木耳是保护百姓的英雄了。我姐姐最厉害，以后我也保护姐姐，保护百姓。有木耳在，北疆无忧，燕家后继有人啊！红薯只能解一时燃肝之急，可胡人10万大军围困城池，粮草充足，只要他们一直围下去，我们早晚还是会陷入绝境。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他们害得我们断粮，我们也派人去把他们的粮仓烧了。胡人营帐连绵10里，防守严密，我们的人很难找到粮仓准确位置不说，而且我们处于人数劣势，若是贸然派兵前去，很难全身而退。小毛，你能带鸟儿朋友们去帮忙吗？主人尽管吩咐。你带鸟儿朋友们叼着火把，趁夜色飞过去，找到粮仓，把他们的粮食全部烧光，让他们也尝尝没饭吃的滋味。遵命，主人。这真的可以吗？放心吧，小毛很棒的。别睡了，咱们守的可是粮筐，要是出了问题，咱俩的脑袋就保不住了。放心，我们这里重重封锁，营地内一直有士兵巡逻，中州的废物找不到这里的。让我睡会儿。快起来！敌袭！有敌袭！粮仓着火了！快救火！快来人啊！缩头乌龟，武安侯有本事出来正面决战，半夜烧粮仓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卑鄙无耻！进犯中州，残害百姓，你们才是真正的卑鄙！有本事下来受死！小黑雀们，这位叔叔嘴太臭了，给我好好招待他。
妖女，你这个恶毒的妖女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撤兵，全部撤兵！你们等着，此仇不报非君子！这一战打得漂亮，但胡人粮仓被毁，又受此奇耻大辱，必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一定会发起强攻报复。侯爷，胡人兵力10倍于我军，若是硬拼，恐怕没有胜算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难道只能坐以待毙吗？若是能探得胡人的计划和兵防图，也未必没有一战之力。这次该轮到小眼镜出场了。小眼镜可以悄悄钻进胡人营帐，偷听他们的作战计划。木耳这能力一人可抵万军，怪不得遭人忌惮。小眼镜说，胡人计划3更时分派少量兵力从东门佯攻，吸引我们的火力，而真正的主力部队则从北门偷袭，想一举攻破城门，杀进城中。胡人真是自以为是。侯爷，我们不如演一出空城计，来个瓮中捉鳖，让他们一个都跑不掉。我们可以这样做。妙计，就这么办。大家放慢脚步，胡人就在城外，一旦被发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小公子，胡人真的会攻城吗？我们会不会被发现？相信我姐姐，相信武安侯。我们先撤至后山安全地带，等打败胡人，我亲自带大家回家。婆婆别怕，木儿有万寿宿住，一定能守住城门，保护大家平安。月儿，百姓撤离已过半，东门佯攻部队随时会抵达，你带最后一批百姓撤离，务必保证百姓的安全。我要留下来打仗，我要和姐姐一起守护北疆城。护民是军人天职，更是燕家儿女的责任，百姓需要你。武安侯，你果然被吓破了胆，竟连防守都放弃了。我身为中州将军，在前线拼杀，朝廷却连军粮都送不到。既如此，不如把城送给你们。将军，小心有诈！将军不必担心，我自愿献城，但需要将军给我一个承诺。哦，你且说来听听。安北军和城中百姓已经全部集结于城中，恭迎你们的到来。但我要你答应，进城之后，不可行烧杀抢掠、屠戮百姓之举。我若是不应呢？你如今只有1人，我直接杀了你，岂不是更痛快？据我所知，你此次进攻只带了5000轻骑，可我城中居民上万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你很难全身而退。若是真的能入主北疆城，定可在首领那里获得一大笔赏赐。待我进城，中州人的性命还不是我说了算。暂且心你气，下令进城。落闸，放箭，滚木立石，全部出击！你竟敢骗我！你等着，我们首领已经率8万大军从北门进攻，我们一定会杀光北疆城。胡人主力已至北门，传令下去，按原计划行动。哈哈哈哈哈！果然是兵力空虚，竟然让老弱病残守城，这北疆城注定是我的囊中之物。首领英明神武，东门佯攻部队已经得手，北门一破，北疆城的粮草、旅人、财宝全都是首领的。全军听令，擂鼓助威，全力攻城，踏平北疆城，鸡犬不留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没看错吧？
竟然是你这个小丫头！怎么样，鸟府的滋味还好受吗？我劝你别做无谓的挣扎了，老实放我们进去，别在这里找死！你们屡次进犯中州，致使战乱不休，恶殍遍地，找死的是你们。那又如何？今日这北疆城我势在必得，就凭你一个人，还敢挡我8万大军不成？谁说我只有一个人？哼，不然呢？你还能变出千军万马不成？这是什么怪物？妖怪，是妖怪啊！快跑！你们侵犯中州，残害百姓，烧杀抢掠，罪恶滔天。今天你们若不退兵，就尝尝我万寿军队的滋味吧！撤退！快撤退！撤回草原！我不打了！我要回草原！我要回家！现在想跑，晚了。我杀了你！啊！饶命！我投降！我投降！来人，将胡人首领死死捆绑，押回城中。将军饶命！我愿意把知道的全都告诉你。你屡次进犯北疆，屠戮百姓，劫我军粮草，桩桩件件皆是死罪。现在求饶，晚了。我且问你，你们是如何把我北疆城的粮食劫走的？侯爷问你什么，你就说什么。要是敢撒谎，小眼睛的毒可不太好解。我说，北疆城的粮草被劫，不是我们主动去的，是有人提前给我们传了消息。你说什么？朝廷拨破的粮草路线绝密，怎么会有人泄密？是中州京中传来的密信，写清楚了粮草押运的时间、路线、兵力部署，还说会扣下周边城池的援军，把你们困死在北疆城。他们要的不是北疆城，是你的命，是整个安北军的命。是谁？到底是谁这么恶毒？我只知道对方位高权重，每次传信都是用加密书信，没有落款，我根本不知道具体是谁。一派胡言！你分明是想拖延时间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斩了你？不能杀我！杀了我，你们永远查不出真相。那幕后之人权势滔天，就算我被你们抓住，他也会想办法保我出去。你们杀了我，只会正中他的下怀。住手！他说的或许是真的，粮草被劫，援军不至，朝廷求援信石沉大海，这一切都太蹊跷，绝非偶然。能做到这一切的，朝中寥寥数人而已。难道是当年害我们燕家的人，又要对侯爷下手？不管如何，这幕后之人所图甚大，恐怕不会轻易放弃。此次失败，一定还会想办法卷土重来。我们必须早做准备。侯爷，北疆不可无主将，我和弟弟娘亲先回京查明真相。侯爷留守北疆，稳住军心，以防胡人再次作乱，也防京中奸人暗下毒手。可你们回京太过危险，京中都是他的耳目，你们寸步难行。姐姐说的对，我们不能一直躲在北疆，要报仇，要还爹爹清白，就必须回京。我会保护好姐姐和娘亲。报！侯爷，京中圣旨到，传旨公公已经到帐外了。侯爷，传旨公公已经到帐外了。早不宣旨，晚不宣旨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看来京中果然有人按耐不住了。侯爷，这圣旨一定有猫腻。抗旨是诛九族的大罪，我们身后是北疆百姓，是燕家满门冤屈，不能冲动。武安侯李威接旨。奉天成运冯帝诏曰：北疆战乱，生灵涂炭，
胡人首领既已被俘，念其草原不足无辜，特赦其4罪，遣返草原。双方休兵议和，永罢干戈。遣返？胡人10万大军进犯，我北疆军民浴血奋战，死伤无数。如今大获全胜，却要议和放虎归山，天下人会怎么看？安北军将士会怎么想？胡安侯，圣旨以下岂容你质疑？抗旨不遵，乃是谋逆大罪。为镇守北疆，保家卫国，九死一生，换来的就是这样一道圣旨。另有旨意，燕家嫡女燕之妙聪慧果敢，屈受守城，护佑北疆百姓有功，特封为明惠县主，赏黄金100两，锦缎1000匹，即刻随咱家回京复命。武安侯李威镇守北疆有功，晋封镇北将军，赐将军府邸，无诏不得入京，永世镇守北疆，钦此。镇北将军接旨谢恩吧。臣接旨。镇北将军，咱家明日一早就带明惠县主启程回京，你可要安排好护送事宜，莫要出了差错。凭什么？我们明明赢了，为什么要放了坏人？奸人当道，朝廷昏聩，我们不甘心。好了，我这不是被封为大将军了吗？这分明是明升暗降，是要将我们困死在北疆。还有燕小姐，以晋升之名调她回京，分明是担心她的御兽之力为我们所用，威胁那昏君的地位。罢了，墨儿回京能查到更多真相，而我留在北疆手握兵权，便是你们最坚实的后盾。若墨儿真有什么危险，我就是抗旨也会回京救她。墨儿，娘，你别担心，墨儿一定会找到幕后之人，为爹爹和爷爷报仇。墨儿，回京之后万事小心，无论何时，一定要以自己的安全为重。墨儿记住了。侯爷、副将叔叔，你们也要保重。明惠县主，您一定要好好的，我们等着您回来。多谢县主救我们全家，您是北疆的大恩人。乡亲们，你们都要好好照顾自己，侯爷会保护你们的。墨儿，此去京城多有凶险，我已经安排了10名精锐签兵暗中护送，他们会听你号令，护你周全。多谢侯爷。明惠县主，时辰已到，该启程了。再耽误下去，耽误了回京的期限，咱家可担待不起。公公一路好生照顾县主，若是县主有半分损伤，我李维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绝不会放过你。镇北将军放心，咱家自然会好生照料县主，不敢有半分怠慢。侯爷，再见。这是哪家的贵人？这么大的排场？听说是北疆守城有功的明惠县主，皇上亲自下旨召回京的。就是那个能驱兽，一人打败胡人10万大军的姑娘，真是奇人啊！县主，咱家这就入宫向皇上复命，您先在驿站歇息，明日一早再入宫面圣。明惠县主一路辛苦，下官已经备好客房膳食，还请县主歇息。公公去吧。县主，这是京城最有名的桂花糕，您尝尝。县主，这是皇上赏赐的新衣，您换上吧。明日入宫面圣，要穿得体面些。谢谢姐姐。终于来到京城了，要从哪里查起呢？县主真是天生贵气，皇上见了一定会喜欢。公公，我可以带大白、小毛和小眼镜一起入宫吗？使不得，使不得！皇宫乃是圣地，岂能让野兽进入？若是惊了圣驾，那可是死罪。可他们是我的朋友，
要是不让他们进去，我就不入宫了。这个祖宗可得好好供着，若是惹恼了他，万寿大闹皇宫，咱家可担待不起。哎，好，让他们跟着，但是县主一定要看好他们，不要惊扰了圣驾。放心吧，公公。启禀皇上，明惠县主燕之墨已带到殿外。宣，明惠县主燕之墨觐见。这明惠县主竟然带野兽入宫，太大胆了！听说他能御兽，果然名不虚传。皇上，皇宫乃是圣地，野兽污秽，岂能入内？明惠县主年幼无知，不懂规矩，还请皇上下令将这些野兽赶出宫去。你就是在北疆驱于万寿，退胡然大军，守住全城的明惠县主燕之墨。正是臣女。北疆百姓也是中州子民，臣女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皇上，皇宫乃是社稷圣地，祖制重地，禽鸟猛兽野性难驯，带入大殿恐惊扰圣驾，破坏礼仪规矩。臣请陛下下旨，将这些兽类逐出宫外，以正公序。国师所言极是，皇上，此女日日与野兽为伍，身上早已沾染野性，胆敢带猛兽闯入金銮大殿，视皇家威严于无处。今日不加以惩戒，他日必定祸乱朝纲。臣恳请陛下严惩燕之婉，以儆效尤。野兽入殿，确实不可阻止。可他毕竟是守住北疆的功臣，贸然严惩，恐失民心呐。大白、小毛、小眼睛不是野兽，他们是臣女的家人，是守护百姓的功臣。朕看他们也算温顺守礼，燕家嫡女忠勇可嘉，北疆有功，不必苛责。传朕旨意，赐明惠县主府一座，黄金100两，锦缎1000匹，好生安顿。无诏不必入宫，安心在府中静养即可。什么？国师和丞相竟然都针对我们！墨儿，你今日在金銮殿上没有受惊吧？娘，我没事，有大白他们在，没人能伤我。姐姐，国师一开口就针对你，处处要将你的伙伴驱逐，丞相更是落井下石，恨不得直接将你治罪。当年陷害爹爹，污蔑燕家通敌叛国，导致满门被灭的，一定就是他们2人。阿月，娘亲，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国师虽然嘴上要驱逐大白他们，可他的眼神里没有半分杀气和恶意，反而像是在刻意做给别人看，更像是在暗中保护我。主人说的对，国师身上没有一丝杀气，可丞相身上有很重的阴谋气息，让人很不舒服。丞相府每夜都有秘密官员进出，书房地下有密室，里面全是阴谋书信。可他明明站在丞相那一边，公开与你为敌，这怎么解释？玉儿，不可冲动。如今我们在京城人生地不熟，丞相势力遍布朝野，硬碰硬只会白白送命。娘，那难道就这么算了吗？你爹爹一生忠君报国，行军打仗，从无半分二心，却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。若不是你爷爷拼死带着我们母子3人逃到野怀村，我们也早已不在人世。这仇恨我们不能忘。正因为这样，他才更加可疑。我们现在不能轻举妄动，更不能直接去找他们对峙。我会让万寿日夜盯着丞相府，也悄悄盯着国师府，把他们的一举一动全部记下来，真相一定会浮出水面。墨儿，你本不该背负这些。墨儿是燕家的孩子，
为爹爹、爷爷、燕家满门报仇，是我应该做的。主子，明慧县主已经察觉您与丞相并非一路人，他并未认定您是敌人，反而觉得您是在刻意伪装。县主已经下令万寿监视丞相府与国师府，准备暗中查找真相。他聪慧过人，心思缜密，远超常人。很好，果然是天命之人。继续暗中保护他的安全，严禁丞相一派陪他下杀手，哪怕牺牲暗卫，也要保他毫发无损。他是燕家最后血脉，也是中州唯一希望，绝不能有失。主子，您明明是为了守护天命之人，为了燕家冤案，为何要在朝堂之上公开与县主为敌，甘愿背负骂名？一旦被丞相或皇上察觉，您必死无疑。您多年隐忍，眼看就要真相大白，何必冒此大险？我越是公开反对他，忌惮他的御兽之力，丞相就越不会怀疑我，越会把我当成自己人。我只有藏在他身边，才能拿到最关键的证据，才能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予他致命一击。您这样太过凶险。当年那道引发燕家灭门惨案的预言，的确是我补出，可却被丞相恶意篡改，蒙蔽皇上，才酿成大祸。这是我一生之愧，一生之罪，就算是用我的性命弥补也不为过。主子，您说什么？预言是被篡改的？那真正的预言到底是什么？燕家将军真的是被冤枉的？是。我补出的真正预言是：御兽者出，天下安定，万灵共生，中州永盛。可当年丞相上报的预言，却把万灵共生4个字改为了燕家出地4个字。没错，皇上本就极度忌惮燕家手握重兵，看到这样的预言，瞬间被激怒，根本不加查证，便下旨诛杀燕家满门。丞相好狠毒的心肠，竟用如此卑劣手段残害忠良。记住，不到丞相阴谋彻底暴露真相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，我永远是那个忌惮御兽之力、反对燕之慢的国师。一旦我暴露，燕家最后一点血脉也会被斩草除根，中州将再无安定之日。属下谨记主子吩咐，誓死守护县主，守护真相。下去吧，回家了。继续盯紧丞相的一举一动，有任何消息立刻禀报，他近日必有变动。伙伴们，都小心一点，别被发现了。主人，丞相府书房今夜灯火通明，来了5位身穿高位官服的秘密官员，全部是丞相的人，他们好像正在密谋什么事儿。主人，我们钻遍了丞相府的所有地洞，发现书房地下有一间封闭密室，铁门紧锁，里面堆满了上锁的木盒和一卷卷书信，还有和草原胡人往来的密函。大白，你们悄悄进去，千万不要惊动侍卫。老鼠们帮我引路，乌鸦们注意戒备，发现侍卫及时提醒我。主人，我能咬开锁芯。构陷燕峰通敌叛国，扣押武安侯粮草，勾结草原无人。燕峰是我爹爹，有人是丞相，一切都是丞相做的。弟弟娘亲，真相找到了。当年害死燕家满门的，还有勾结胡人、扣押北疆粮草的，全都是丞相。
丞相狼子野心，竟然犯下如此多滔天罪行！我现在就去京城击鼓鸣冤，让天下人都知道他的真面目。月儿，不可冲动。丞相现在依旧权倾朝野，党羽遍布朝野。我们只有这些书信，没有当面实证，皇上根本不会相信我们，反而会打草惊蛇，让我们陷入险境。娘亲说的对，我们现在不能硬碰硬。小毛打探到，丞相3日后会在城郊望乡台与草原胡人密使秘密会面。只要我们能让皇上亲眼看到丞相与胡人密使会面，听到他们的阴谋，丞相就算有100张嘴也辩解不清。没错，我们不需要亲自出面揭发，只需要把皇上请到望乡台，让他亲眼看一看自己一直信任的丞相到底在背后做着怎样背叛他、背叛中州的勾当。我这就去安排，确保3日后万无一失。一切计划都已安排妥当。事成之后，江河以北30座城池归你们草原所有，京城与整个中州江山归我，我们平分天下，互不干涉。粮草、兵器、内应、攻城路线，你都全部安排好了。镇北将军李威的粮草真的被你彻底扣死了。自然，李威的北疆守军早已断粮多日，军心涣散，撑不了多久。等我在京城发动兵变，废掉昏君，你们立刻率领草原大军南下，南北夹击，中州唾手可得。至于燕之墨那个女娃娃，不足为惧。等我登基，第一件事就是除掉她。小毛、小眼镜，去。谁？是谁在装神弄鬼？给我出来！丞相，你们的阴谋，我可是听得一清二楚。我还没去找你，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，给我杀了他！大白，真是见鬼了！以后再跟你算账。国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快，帮我杀了这个贱人！可我是来杀你的。什么？你不是一直视他为眼中钉吗？你骗我！我若不假装反对他，怎么能潜伏在你身边，收集你谋反的证据？怎么能亲眼看到你勾结胡人、篡改预言、谋害忠良的滔天罪行？你竟一直在利用我！朕待你不薄，封你为丞相，对你信任有加，你竟如此背叛朕，你罪该万死！丞相，你勾结胡人，扣押救援粮草，你可知罪？陛下，臣冤枉啊！臣一生忠于中州，忠于陛下。臣所做一切，皆是为了天下安稳，为了不让战火蔓延，百姓流你派胡言！北疆偏远，胡人反复无常，若一味强硬，必致连年征战，国库空虚，百姓受苦。臣与胡人往来，实为缓兵之计，以暂时退让，换取边境休养生息，这是权宜之策啊。至于粮草，臣是为了统筹调配，避免浪费，绝非扣押。构陷忠良，更是无稽之谈。臣一心为国，何罪之有？朕竟不知，其中还有这般隐情。皇上，他在撒谎。陛下，这是从丞相府密室搜出的亲笔书信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与胡人约定瓜分中州、里应外合的计划，铁证如山，他还敢狡辩？陛下，他们是燕家余孽，这书信定是他们伪造。
故意陷害老臣。燕家当年本就有不臣之心，如今这2个余孽潜入京城，就是要颠覆江山。请陛下立刻拿下这2个反贼！你们真是燕家余孽！你们真是燕家余孽！陛下，我与姐姐并非什么叛逆余孽。胡说！燕家当年功高盖主，通敌叛国，陛下早就下旨诛9族，为何你2人还能完好无损站在这里？定是有胡人暗中帮助。你骗人！明明是我爹爹燕峰查到了丞相暗中勾结胡人，走私兵器，出卖边防情报的证据，正要回京禀报，却被丞相先下手为强。没错，是丞相伪造了我爹爹的通敌书信，骗皇上降下圣旨，害死我燕家满门。真正通敌叛国的是丞相。丞相，他们说的可是真的？陛下，陛下，不要信这妖童妖女，他们空口白牙，没有半点证据，全是编造的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们有什么证据？你们分明就没有证据！你们这是欺君罔上，罪该万死！陛下，证据，老臣这里有。这些是丞相与胡人往来的绝密书信，每一封都有他的笔记与印鉴。这块玉佩是定国将军燕峰的随身之物，当年丞相灭口后，将玉佩打碎，一半留在现场，一半藏在自己府中，被老臣找到。不可能，这些东西怎么会在你手里？奸贼，你竟敢欺君罔上，残害忠良！朕今日绝不饶你！口口声声为国为民，实则狼子野心！周来人，将丞相打入天牢，3日后5时押赴法场，公开处斩，以儆效尤。昏君，你会后悔的！就算我死了，胡人也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们一定会举兵南下，踏平中州。还有你，燕家的小孽种，皇上今天可以饶你，明天也一定会杀你。他忌惮你的能力，忌惮燕家势力，你迟早会和我一样，死无葬身之地。陛下圣明，铲除奸佞，天下兴善。没想到，朕竟被奸人蒙蔽这么久，委屈了燕家满门忠良。陛下，既然真相大白，恳请陛下下旨，为我爹爹平反昭雪，恢复名誉，厚葬燕家满门。朕知道了，只是时间过去了这么久，还有些疑点需要查证，此事容后再议。你们一路辛苦，先回府歇息吧。陛下，老臣与县主燕公子先行告退。陛下明明知道了真相，为什么不肯立刻为我爹爹平反？公子慎言，皇上心中有忌惮，此刻逼得太紧，反而会引火烧身。弟弟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国师大人留步，陛下有请。国师，今日之事多亏了你，朕错信奸人，险些酿成大祸。陛下能明辨是非，便是天下之福。那2个孩子真是苦了他们。只是燕家一案牵扯甚广，当年牵连众多官员，若是立刻平反，恐引起朝堂动荡。陛下，若忠良冤屈不得昭雪，恐怕会寒了天下将士与百姓的心。朕知道，
但此案疑点尚多，还需仔细核查，不可仓促定论，以免再出差错。陛下圣明。当年那道预言，丞相说是燕家出地动摇江山，此事一直压在朕心头。国师啊，这预言是否真的会实现？陛下，当年老臣补出的预言，并非谋逆之语。你说什么？真正的预言是什么？你如实说来，不得有半句隐瞒。陛下，老臣当年补出的天命预言只有16个字：御兽者出，天下安定，万灵共生，中州有胜。万灵共生，不是燕家出地？所谓燕家出地，全是丞相篡编编造。他忌惮定国将军燕峰手握重兵，刚正不和，必会破坏他勾结胡人的阴谋，这才借预言之名，妄图借陛下之手除掉燕家。是朕糊涂了，是朕亲手害死了忠良。陛下，明惠县主燕之墨就是天命所归的御兽者，他能御万兽，守北疆，安民心，他是中州之福，而非祸患。原来如此，既是天命之人，朕定会好好待他。陛下圣明。你也辛苦了，先回去歇息吧。老臣告退。御兽者出，天下安定。哼，他能号令万兽，收服军心民心，连国师都偏向他。若是等他势力稳固，这天下还有朕的位置吗？这江山只能是朕的，任何人都不能威胁到朕的皇位。娘，您看，这是爹爹的随身玉佩，我们终于找回来了。阿峰，娘，爹爹是大英雄，我们一定会为爹爹沉冤昭雪，让全天下都知道燕家的忠心。夫人、公子、县主、国师大人在门外求见。快请国师进来。老臣见过燕夫人，见过公子，见过县主。国师不必多礼，今日朝堂之上，若非国师拿出铁证，奸相绝不会轻易。老臣今日前来，一为谢罪，二为警示。当年预言被丞相篡改，老臣没能拼死护住定国将军，让夫人与孩子颠沛流离，隐姓埋名多年，是老臣之过。我们不怪你，是你一直都在暗中保护我们，帮我们收集证据。当年若不是你暗中打掩护，爷爷也不会轻易带我们逃出来。老臣多谢夫人与公子、县主宽宏，但有一事，老臣必须提醒你们：皇上对县主的御兽之力忌惮至极，又怕燕家重新崛起，接下来一定会对你们下手，你们务必步步小心，不可有半分松懈。圣旨到！传圣上口谕，宣明惠县主燕之墨、燕家公子燕清月3日后赴皇家围场参加秋闱狩猎，不得有误。鸿门宴，这绝对是鸿门宴！皇上就是想在围场这种无人监管的地方对我和姐姐下手。不去便是抗旨，皇上正好可以名正言顺地给我们安上罪名，斩草除根。可若是去了，刀剑无眼，随便一场意外，你们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必须去。此刻我们没有任何退路，抗旨只会自寻死路，赴约尚有一线生机。老臣会安排所有暗卫随行，寸步不离，守护县主与公子。没关系，大白、小毛、小眼镜都会保护我。只是北疆太远，武安侯远在边疆镇守，五指不能回京，远水难解近渴。这一次，我们只能靠自己。好一个昏君！丞相刚伏法，他就立刻对燕家遗孤下手，设下围猎陷阱，这是要赶尽杀绝啊！侯爷，您万万不可冲动，皇上有旨，您无诏不得回京。若是私自返回京城，便是抗旨重罪，会被削爵夺职，甚至满门牵连。重罪削爵，就算是死，
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燕将军的儿女被害。当年我未能救下燕将军，如今若是再护不住他的孩子，我有何颜面去见地下的忠魂？立刻点齐3000精锐铁骑，我们昼伏夜醒，秘密回京，不准暴露行踪，务必在围猎之日赶到京城，救下县主与公子。属下遵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小小猎物不值一提。明慧县主，今日秋闱，你为何不弯弓狩猎？皇上，小鹿、小兔都是鲜活的性命，我不想伤害它们。那你要如何获得猎物？我的动物朋友们可以帮我。明慧县主能号令万兽，真是天命之人啊！这太震撼了，将来必定是中州之福。明慧县主，你这3只异兽通人性、懂指挥，实在是世间罕见。不如你把它们送给朕，朕赏你无数黄金珠宝，如何？不行，他们是我的家人，不是可以随意赠送的物件，我不会把他们送给任何人。朕是大中州的皇帝，朕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的。你敢违抗朕的命令？他们只认我一个主人，就算陛下强行带走，他们也不会听命于您，反而会伤害到陛下。罢了，朕不勉强你，众人分散围猎，日落时分在此会合。小兔子别害怕，我帮你包扎好，你就可以回家了。姐姐，小心！侯爷，大胆狂徒，竟敢在皇家围场暗害明慧县主，给我出来！陛下，有人蓄意行刺明慧县主，臣已将刺客拿下，请陛下亲自审问，查明幕后主使。大胆狂徒，竟敢行刺有功之臣，简直无法无天！李威，朕命你永世镇守北疆，无诏不得入京。你竟敢私自回京，违抗圣旨！来人，将武安侯李威拿下，摘掉官职，打入囚车，明日押送京城街头游街示众，武后问斩。皇上，武安侯他……武安侯镇守北疆多年，大败胡人10万大军，保住了满城百姓的性命，是我们的大英雄啊！皇上凭什么抓他？连武安侯都要被游街问斩，这还有天理吗？反了，全都反了！一个燕之梦，一个李威，现在百姓的眼里只剩下他们。
还有谁把朕这个皇帝放在眼里？朕才是天子，朕才是天下之主。皇上息怒，龙体为重啊！传朕旨意，禁军即刻出动，凡是敢为武安侯李威求情、拦阻囚臣的百姓，一律格杀勿论，杀一儆百，看谁还敢违抗朕的命令！朕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违逆朕的下场。奴才遵旨。燕之墨、李威，你们逼朕至此，休怪朕无情。你们想要民心，想要天下，朕就先毁了这民心，看你们还能拿什么跟朕斗！救命啊！禁军杀人了！住手！不准伤害百姓！冤有头债有主，一切冲我来！皇上暴虐无道，残害忠良，屠戮无辜百姓，尔等都是中州儿郎，为何还要助纣为虐，帮他残害自己的同胞？皇上已经彻底失去理智，再任由他胡闹下去，整个京城都会变成人间地狱，中州百姓将永无宁日。众将士，随我入宫，废昏君，为天下百姓讨一个公道。愿随侯爷，愿随侯爷，誓死追随。夫人，县主，不好了！公子带着人救下了武安侯，现在正带着居民朝着皇宫去了。我要去皇宫帮阿月。老臣随县主一同入宫，稳定朝堂百官，阻止事态恶化。木儿，万事小心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和弟弟。娘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平安归来的。你们敢逼宫，你们都是反贼！朕要诛你们九族！朕的江山，谁也别想抢走！陛下，你暗杀明惠县主，冤枉忠良，下令屠戮无辜百姓，所作所为昏庸暴虐，早已不配为君，天下百姓早已寒心。是他，是燕之墨威胁朕的皇位，是他要抢朕的江山，他能号令万兽，收服军心，万民敬仰。朕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自保，朕没有错。皇上，你早已被私心与猜忌蒙蔽，残害忠良，屠戮百姓，罪无可赦。天命预言本是护佑中州，你却因一己私绪，倒行逆施，失道寡助。今日结局皆是自取。你们这些禁军，好好想想，你们的家人在京城受苦，百姓因皇上反面丧命，你们真的还要效忠这样一个皇帝吗？我等愿效忠明惠县主，不再听命于昏君。朕的江山，朕苦心经营的江山，到头来竟毁在自己手里，朕不甘心，不甘心啊！昏君自取灭亡，与旁人无关。从今日起，禁止杀伐，安抚百姓，整顿朝纲，重振中州。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老臣欲推举明惠县主燕之墨为君，各位意下如何？国师，万万不可！先皇驾崩，无有子嗣。按照祖制，应当从皇室宗亲之中挑选年长有德之人继承大统，稳固江山社稷。没错，宗亲之中不乏贤能之人，绝不可乱了祖宗规矩。宗亲之人，谁有镇守边疆的战功？谁有平定奸相的功绩？谁能让中州百姓安居乐业？胡人不敢来犯。那依镇北将军之言，谁有资格做这把龙椅？明惠县主燕主乃天命御受者，平奸相，雪冤屈，救百姓，退胡人大军，德行、功绩、天命皆在一身，唯有他配坐这龙椅。镇北将军此言有理，不可，万万不可！明惠县主年仅18，尚且稚嫩，如何能处理朝政、治理天下？更何况她是女子，我中州从古至今从未有女子登基称帝的先例，此举违背祖制，必定会天下大乱。是吧？各位大人。
启禀各位大人，京城百姓代表携万民请愿书求见入殿。这是京城10万百姓的签名与手印。百姓们说，他们不看年龄，不看性别，只认能保护他们，让天下太平的君主。我们愿尊燕之墨为帝，只求远离战乱，轻徭薄赋，永宁安康，这就是我们的心愿。天命所归，民心所向，天时地利人和，皆在明惠县主燕之墨一身。老臣恳请县主登基为帝，开创盛世，拥戴燕之墨为新帝，吾皇万岁！拥戴新帝，吾皇万岁！万万岁！多谢大家的信任，我一定会做一个好皇帝，护佑万民安康。宣圣上谕令，前定国将军燕峰忠勇无双，被奸人陷害，今沉冤得雪，追封骠骑大将军。镇北将军李威护国有功，勇掌兵权，可自由出入京都。令改年号为永宁，自此轻徭薄税，选贤任能。钦此。启禀陛下，北疆800里加急，胡人首领日夜操练兵马，打造兵器。据可靠情报，他们3个月内必定大举南下，来势汹汹。胡人骁勇善战，上次虽兵败，却元气未伤。如今卷土重来，我朝刚定，怕是难以抵挡啊！陛下年幼，朝中动荡，此时外敌来犯，可谓雪上加霜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你们可还记得安北军的狼骑兵？陛下的意思是？狼有敏锐嗅觉，可千里追踪，探查敌军踪迹；熊有千斤巨力，可冲锋陷阵，攻破敌阵；飞禽可翱翔高空，侦察敌情，传递军情；毒蛇可隐秘前行，探查陷阱，克制敌军先锋。若能让他们与士兵各司其职，互相配合，取长补短，这支人兽联军便可抵100万雄师。陛下所言极是，只是人与兽若不能同心，便是一盘散沙，纵使数量再多，也难以发挥真正威力。那就在京城郊外修建大型演武场，选拔精锐士兵，联合万兽，训练人兽同心联军。陛下英明，此策前所未有，若能成功，北疆可保。陛下圣明。这狼看着太凶了，牙这么尖，万一咬我一口可怎么办？还有那蛇，软绵绵滑溜溜的，太吓人了，离远点。熊那么大，一巴掌就能把人拍死，谁敢跟他并肩作战啊？大家靠近一点，不要害怕，他们是我们的战友。各位将士们，你们看着这些猛兽，觉得害怕，对不对？陛下，他们是野兽，我们实在是放心不下。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。当年我在野怀村，山匪要把我抓去糟践，是一头黑熊冲出来，赶跑了所有强盗，救了我的命。我和弟弟被困在山林里，是大白，也就是白狼王，一路守护，把他平安送回家。我受伤的时候，是小毛和无数小鸟为我衔来疗伤的草药。他们不是吃人的野兽，而是救过我的命，把我当成家人的伙伴。你们护他们1分，他们便会以命护你们10分。这些士兵弟弟是保护百姓的英雄，不是伤害你们的坏人。以后你们要一起并肩作战，守护中州。启禀陛下，胡人20万大军已经越过边境，直奔北疆。人兽联军全体集结，朕要御驾亲征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燕之墨，你一个黄毛丫头，靠着一群野兽就想坐稳皇位，简直是痴心妄想！今日我就要让你的万兽军团死无全尸！你屡次进犯我中州，残害百姓，罪恶滔天。
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死期？我看是你的死期。你以为只有你有后手吗？我早就为你的野兽朋友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全军听令，放毒粉！放！大家快屏住口气，这雾气有毒！全军后撤，护住口鼻，不要吸入毒气。姐姐，大白他们好像不对劲儿。不要！主人，我好难受。主人，我动不了了。主人，别怕，我还能护着你。大白，你别硬撑了。大白，小毛，小眼镜，你们不能有事，求求你们不要离开我，我不能失去你们。这是什么力量？这是什么光芒？好温暖。姐姐，毒散了，毒气全都消失了，是天佑中州，是天命之力显灵了。主人，我们没事了。主人，我痊愈了，浑身都充满了力量。主人，我又能守护你了。陛下神威，这是上天赐予的力量，我们赢定了，和胡人拼了！人兽同心，守护中州！人兽同心，守护中州！出兵！妖怪，他们是妖怪，快跑啊！根本打不过，投降吧！我不服，我明明有克制万兽的毒粉，为什么会这样？陛下，臣知错了，臣鬼迷心窍，屡次进犯中州，残害百姓，罪该万死。陛下神通广大，仁德通天，臣心服口服，愿率草原全体部族归顺中州，永世不反，世代效忠。陛下饶命，我们再也不敢进犯中州了。愿听陛下号令，永结盟好，共享太平。朕向来以仁德治天下，不喜欢杀戮，也不想让草原百姓流离失所，饱受战乱之苦。你们知错能改，朕便不追究过往罪责。陛下仁德，统一之后，草原各部依旧保持自治，朝廷不干涉你们内部事务，首领之位依旧由你们自行推选。中州与草原从此一家，不分彼此，开放边境互市。中州的粮食、丝绸、茶叶可以运往草原，草原的牛羊、马匹、皮毛也可以运往中州，互通有无，造福百姓。陛下仁德，陛下圣明，谢陛下恩典，我等世代效忠中州，永不背叛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天下一统，万世太平。
娘亲，你看，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了。是啊，再也没有盗匪，没有战乱了。我和家人生活了16年的地方，回家的感觉真好。陛下，真的是陛下！草民参见陛下！陛下驾临野怀村，真是蓬荜生辉呀！村长爷爷，快请起，不必多礼。墨儿只是回来看看您，看看大家。参见陛下！陛下万岁！大家都快起来！陛下呀，自从您登基称帝，改元永宁，天下大变，战乱平息，山匪自尽，朝廷轻徭薄赋，我们再也不用担惊受怕，不用饿肚子，家家户户都有田种，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日子过得比蜜还甜。这一切都是陛下赐予我们的。陛下是我们野怀村的骄傲，是全天下百姓的福气啊！姐姐，你做到了，你真的让天下太平了。墨儿，你爹和爷爷在天之灵一定会为你骄傲的。